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红薯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都非常喜欢，现在正是它们大量上市的季节，口感香甜，而且价格实惠。今天我想分享一种你从未尝试过的红薯做法，这样做出来的红薯外酥里嫩，超级美味。接下来我们一起跟着视频，看看这道红薯是如何制作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先准备适量的红薯，把它清洗干净。买回来的红薯表面往往会附着很多沙子，因此我们需要确保将它清洗干净。清洗干净后，用削皮刀把红薯削皮。红薯皮通常较为粗糙，去掉皮后，红薯的口感更加细腻、柔软，更容易被接受。红薯在生长过程中可能会接触到农药，削皮可以有效降低农药残留的风险。接下来将红薯切成小块，由于红薯比较坚硬，切的时候可能会有些困难，因此大家在切的时候要注意抓稳，可以切成大块，这样吃起来也会更有口感。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起锅，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把水煮开。水煮开后，加入1勺的食用盐，再把红薯放入锅中。煮开后再煮1分钟，因为红薯不容易熟，所以我们先给它煮至半熟，等下好操作。1分钟后就可以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备用。来看一下，烫好之后是这样子的，红薯的颜色比较鲜艳，比较深色。接下来我们调个糊，加2勺普通面粉，2勺玉米淀粉，加一点点的食用盐，打入1个鸡蛋，然后少量多次加入清水，边倒水边搅拌。搅拌成这个状态就可以了。再准备一把面包糠，把它放入盘中，加入适量的黑芝麻、适量的白芝麻，再准备1小块紫菜，用剪刀给它剪小块。加点紫菜的话，炸出来会比较香，就尽量剪碎一点点。接着把它们混合均匀就可以了。接着我们就可以开始裹红薯了。先把红薯放入面糊，裹1层面糊，然后再均匀的裹上面包糠，像这样均匀裹上就可以了。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起锅，倒入多点的食用油，把油烧至5成热。如果油温不够的话，红薯下锅，裹上去的那个面包糠就会散掉。如果是油温够的话，你一下锅它就定型了。还有一点就是建议大家，如果是你的油不多的话，不要一次过把红薯全部放入锅里，你就像我这样子，一条一条的放。全部放好后，先不要着急去翻动它，先把它炸定型。等油温比较稳定下来了，我们才转到中小火来保持油温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小颖每天都会分享简单实用的家常菜。如果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记得给小颖点个赞哦。
或者留言转发一下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那炸的时间呢，是差不多是2分钟左右。你会看红薯的表面有微微金黄色，这样就炸到差不多了。记得出锅前呢，你就把火调大，再炸20秒就可以捞出来，放入盘中。吃的时候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吃，可以蘸酱料，可以撒一点盐，可以撒酸梅粉，都可以。不知道我做这一道炸红薯条有没有吸引到朋友们？它外面是酥脆的，里面是软嫩的，太好吃了。这道紫菜红薯条不仅色香味俱佳，更是健康与美味的完美结合。外酥里嫩的口感，搭配上紫菜的鲜香，让每一口都令人陶醉。无论是作为小吃、零食，还是餐桌上的一道佳肴，都会给你带来惊喜。快动手试试这道简单又美味的食谱吧，和家人朋友分享这份美味，让他们也感受红薯的新吃法，相信你们一定会爱上它。朋友们，红薯买回家可以这样保存：一阴凉干燥处，将红薯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，避免阳光直射，适宜的温度在12摄氏度到15摄氏度之间。通风良好的环境，可以将红薯放在透气的袋子或纸箱中，确保有足够的空气流通，以防止霉变。避免与其他水果蔬菜一起存放，红薯会释放乙烯气体，可能会影响其他水果和蔬菜的成熟，最好分开存放。冷藏注意，如果红薯已经切开，最好用保鲜膜包好，放入冰箱冷藏，但尽量在几天内食用完，无冷冻保存。如果想长期保存，可以将红薯蒸熟后冷却，再切块放入密封袋中冷冻。通过这些方法，可以有效延长红薯的保鲜时间，确保其美味与营养。红薯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几种：一、红心红薯的薯肉，橙红色或紫红色，它的含糖量较高，所以口感比较香甜、软糯。二、薯肉为白色，含水量相对红心红薯稍高一些，所以口感比较干面，它的糖分含量没有红心红薯高，味道相对较淡，但带有一种自然的清香。三、薯肉是黄色的，介于红心红薯和白心红薯之间，它的口感比较软滑，甜度适中，既有一定的甜味，又不会过于甜腻。四、紫薯的薯肉呈紫色或深紫色，这是因为它含有大量的花青素。花青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，具有多种保健功能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和收藏。如果想吃但不会做，随时都可以找到我。每天不知道吃什么，关注我，让您的家常菜丰富起来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